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美元跟美債這個時候雙殺，全球是否已經出現了賣出美元資金大逃殺的這一種趨勢呢？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係，因為我們其實可以觀察到，2026年才開年不到1個月，金融市場就已經開始出現到一些風暴的前奏了。我們來看到的是幾個指數，美元指數單周不斷的暴跌，創下從去年4月以來已經是一個最差的表現了。包括可以看到美債跟美元都在同步走弱，現在資金正在逐漸的撤離美國當中。我們來看到，包括了這個是來自於巴龍週刊也特別說了，現在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階段他認為就是弱勢美元的時代已經正式的到來，而導火線他認為就是川普本人了。因為呢，我們可以看到，特別是在最近地缘政治很動盪之外，包括川普在處理格陵蘭的問題，他不斷的用關稅來脅迫這些歐洲國家，讓這些歐洲國家也認為說美國的影響力在不斷的下跌，他們也在賣出美元，有這樣子的一個動作。結果我們就是可以看到，不管是股市在跌，或者是這個債市在跌，或者是匯市跌，避險資金現在已經逐漸的往其他的地方去流動了。各國現在買什麼呢？買的就是黃金。波蘭可以看到央行它增持了150噸的黃金，歐洲、印度、亞洲機構全部系統性的就是要把美債給減持掉，而避險資產現在呢也在掀起全球的資金開始往這個地方在不斷的走。經濟學家說啊，一旦失控，如果美元持續的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結果的話，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不過我們看到這個時候，川普好像也沒在怕，他認為說，美元就算上下波動，這也都是正常的啊，反而會不會有利於美國我們在這邊的出口的競爭力反而更加的好呢？那包括了知名的投資人他也說了，全球資金他觀察到正在撤離美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世界正從貿易戰走向了一個資本戰爭，這是來自於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利歐的發言。賴老師怎麼看？有沒有發現這個賣出美國的一個風潮在全球興起？我覺得它是一個趨勢在移動啊，但是它並不是說川普這一年內就造成了這樣的一個趨勢移動。事實上是拜登時代就是拜登的4年跟這個川普累計而產生的這樣一個結構性的變化。為什麼？因為我覺得最早的導火線是來自於這個俄烏戰爭的時候，美國跟歐洲對於俄羅斯的海外資產的非法凍結跟沒收，我覺得這個引起了很多國家他內心裡面對於歐美國家的不信任跟不安。首先，他們把俄國趕出 SWIFT， 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國家就開始去另製一個避風港的一個系統，也就是本幣交易的問題，還有就是數字化貨幣交易的問題還有就是另外的區塊鏈的問題來去回避這個 SWIFT 的影響力。所以等於是經過這麼多年以後，我們看到 SWIFT 的影響力在往下降，它的份額在減少。那麼本幣交易的這種清算銀行的機制在建立起來，區塊鏈的建立的機制在建立起來。所以事實上是美國他們當初去把這個 SWIFT 這一個本來是一個經濟工具，把它政治化、安全化之後造成的後遺症，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他把俄國的海外資產凍結，這個形成了很多國家對於歐美國家的不信任，特別是對美國。所以你看到從那個時候開始，從俄烏戰爭凍結開始，中國大陸就有節奏的、有計劃的開始拋美國政府公債，就不斷的在拋，那麼一部分一部分的在拋。中東的很多的國家、很多的富豪。很多他們也做同樣的動作，都在拋美國政府的公債，也就是說買一些美國政府美國私有企業的資產，但是在拋售美國政府公債的情形下，他們在做移轉。第三個，他們的動作，這個就是蔡委員一直在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們在增持黃金，也就是說，很多國家就開始發現，就是說，如果經濟的動盪不安時代來臨，那金本位制當時也是。俄國的金本位制幫俄國度過了那個難關，那大家就會去核算我的黃金的儲量夠不夠。那如果你不是一個黃金生產大國，那你本身的風險就升高了。所以很多的國家開始有節奏的、有計劃的在增持黃金。可是又由於美國他們去沒收凍結別人的資產，他們對於美國把黃金放在美國
放在歐洲又不信任，他們要把它搬走。那像中國大陸就在上海成立一個黃金市場，就是黃金我不放你那邊了，我要搬回來，搬回來運走，這個會對於歐美的國家，對於離開美國，當然就構成影響了。所以您所提到的有關於大家都在走的時候，再加上川普上來了以後，川普就成為推倒這面牆的最主要的推手了。因為第一個他的關稅，第二個他的胡作非為，然後使越來越多的人對美國越來越不信任。大家對於美國的經濟、美國的未來，然後不看好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國政府的公債不斷的在拋售，原來就大陸嘛，可是越來越多的國家，現在是看日本，如果日本也守不住的話，那大概美國就完了。因為日本是最聽從美國的，也最怕美國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日本為了要救自己的日元，開始在拋售美國政府的公債，然後開始要把這個錢拉回來救日元的時候，我想這個大概就是美國的終結日吧，應該是這樣講，就是連日本都走的時候，那歐洲的國家你要看歐洲其他的國家走的幅度有多大。現在是丹麥走第一步嘛，可是問題就在於要大國出來走才有效。對，那歐洲的大國如果出來走的時候，這個才是美國政府美債的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訊號。所以我個人覺得，目前來說這個趨勢是有了，但是你說要把美國推倒，到目前看起來還不到了。但是要這些大國都站出來才有效。是，那同樣的問題，委員又怎麼看哦？那也有一個說法是說，如果真的不斷的出現弱勢美元、賣美債美元，這後果不堪設想。委員怎麼看？都不會。我一再鼓勵呼籲中國大陸要把自己建設成一個金融強國。不要只是製造業強國，什麼世界市場、科技強國，少了金融強國，你就是不是強國。美國最強的就是它的金融強国，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沒有敵手。為什麼？我再舉個例子，中國大陸去年非常開心，我也很高興，就是它的貿易的順差1兆2000億，對美國貿易已經降到了15%以下，它全世界的貿易順差還1兆2000億，可是不要忘記，這1兆2000億啊，1兆。其中的1兆都是用美元收入，它不是用其他貨幣收入，不是用人民幣啊、日元，都是用美元收入。那你這個中國人民銀行把這個1兆美元的收入，只是一部分放在口袋，其他散在銀行、散在民間、散在外銷企業裡面去。那你為什麼不買別的？你為什麼不收黃金？就是因為美國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資本市場。它的銀行系統加證券市場加起來所構造的一個金融強國，目前無可取代。那你說中國大陸出口了，你說出口到印度，我拿印度幣，你敢嗎？我出口到歐洲，你敢拿歐元嗎？你出口到日本日本拿一點，最好還是拿美元，對不對？跟台灣買東西，台灣一定跟你要美元，對不對？所以這個就是問題所在。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成為金融強國，是我對他們一個期待。好，但是美國作為金融強國，短期內沒有人可以取代它。就是那你說美元會不會波動啊？它的喊說美元只是單周暴跌，它跌多少？5%，就是單周暴跌。對，我們那個新台幣蹦一天都不止5%了，還被我罵了臭頭，對不對？好，那再來哈，這個美債跟美元是沒有關係的，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貨幣。最大的主角，所以大家在拋美元買黃金量還是很少。如果全部美元拋的錢買黃金，像黃金不知道應該1盎司至少是10萬塊美元吧？恭喜啊！就是還沒到那個行情啊，沒有那麼多，就開始人家準備而已哈。那這個資金美債是因為美國要赤字那麼大，川普要花那麼多錢去搞國防啊，那要印鈔票啊，要賣公債印鈔票，那公債當然跌，利息當然上。可是他就要換聯準會主席，要把這個利息壓下來，就要印鈔票啊。那印鈔票，美元就更跌，所以這個繞那個循環，那會不會倒？不會倒。所以剛才賴教授講，他就是不會倒啊。那你說資金正撤離美國，哪有撤離美國？中國大陸整天收那麼多美元啊，現在全世界收美元最多的就是中國大陸啊。他美元買了，他該怎麼辦？就是要去做一個資產的一個管理。那我要不客氣講，中國大陸現在的金融管理能力跟美國還有很大的距離。那科技已經慢慢趕上了，就是在金融管理這一塊，那是誰耽擱了呢？
平常心講，就上一屆的央行總裁、央行行長，那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把這個中國大陸的整個金融系統該升級的時間給耽擱了。當然，可能跟他們那個整個國家領導人不懂金融體系，那一直以為我製造業才重要，好像去金融業上班啊，就是賺大錢，可是又不用努力的啊，這兩碼子事啊，這兩碼子事。你在金融界你就被人打扁臉嘛，所以我是覺得以目前來看，資金不會撤離美國啊，只要中國大陸繼續收美元，怎麼會撤啦？沒有人會撤啊，對。那你說弱勢美元，美元弱勢強勢有一定的幅度啊，有一定的幅度哈。然後說世界從貿易戰走向資本戰爭，這個亂講，貿易戰還有關稅什麼東西？那什麼叫資本戰爭？你要給我買貨物，我不收美元，我是叫我收什麼？對不對？這個很現實的問題啊。那你說好，我拿美元，我只是不買美債，可是我要買什麼？錢還放在美國銀行裡面啦，還是存在美國銀行裡面收利息啊？或買企業債券、買理財產品、買 ETF，只是不買美國政府公債，那你在跟我講笑話吧？對不對？所以我認為這些都是危言聳聽。還有那個經濟學家什麼 Weinstein 我沒聽過，他是個肉收銀行一個小銀行的經濟學家。一旦局勢失控，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已經局勢早就失控了，後果不怎麼樣，美國股市照樣漲。好，所以一樣的問題，請教酈將軍，就說到這個美國股市照樣漲，但是國內的實體經濟感受不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酈將軍，最近這段時間黃金瘋狂的漲去年漲了64%。今年才1月還沒結束嘞，就已經漲了快20%哈。這我們經常講一句話，事出反常必有妖。這個妖風還挺大的。那這個妖是誰呢？我覺得就是川普。那不就是你川普這一段，這個從你就任總統之後，美國總統之後，這一番的操作，然後讓整個美元走向貶值，那當然就推升黃金向上哈。那我認為這個會造成黃金這一波的漲幅哈。當然，第一個是跟這個美國，你跟這些盟邦國家，包括你這個要攻打、要強占格陵蘭，還有你的關稅政策哈，把所有盟邦國家都得罪了。雖然說短期之內這些國家對你來講經濟上面可能也傷不了你的這種要害哈，可是等到大家都共同有這種理念的時候，那所謂有一句話叫牆倒眾人推。我們現在看到丹麥，它雖然說是拋售美債，只拋售1億美金哈，雖然說金額不多，可是會不會起一個帶頭、一個風向的作用？第二個，美股現在在漲，我認為漲的大概都是科技股為主了哈。最近這段時間，包括 NVIDIA 或者是說一些科技股，主要是他們在大漲啊。對於民生來講，其實不會有太大幫助。第二個，美股會漲，代表的是我認為是華爾街的金錢遊戲哈。什麼人才會去買股票呢？當然是有錢人才會去買股票嘛。我記得 SARS 那段時間，美國這個大撒幣哈，那補助那些人的錢以後，有2種人，一種就是我只是這個租房的人，我收到錢以後，我當然就趕快把我房租還掉。那房東他除了收到第一筆美國給的錢之外，他又收了房客給他的錢。那在這種狀況下，他多了錢放哪裡？他就去買股票。我覺得美國股市漲跟這個有關係，跟他這個大印鈔有關係，跟科技股飆漲也有關係。因為總是錢就這麼多嘛，那為什麼都跑到美國去，都跑到股市去？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就是美國基層民眾是怎麼樣過日子。我覺得美國很明顯的哈，他大概90%的財富哈，集中在10%這個金字塔高端的人，那這些人在炒作股票。事實上，後面的90%，我們看到美國基層的民眾有很多生活是在斬殺線之下哈。對，萬一一旦他這個生活面臨了困境，譬如說他要看病就醫，要花到他們斬殺線指的是400塊美金，要花超過400塊美金，他可能房貸就交不出來了。可能人生立刻從一個正常生活跌落到變成一個游民的階態。所以說，我們不要看美國股市漲這表面現象，你要看大部分的美國民眾，他們生活還是在這個斬殺線的邊緣，在那邊討生活的。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